上一次呢，我们聊了聊晚清那场轰轰烈烈的赴日考察热，成百上千的官员士绅，他们东渡取经。但是呢，光看热闹肯定不行，关键是真的带回了能改造中国的良药的药方呢。今天呢，我们就翻开那些泛黄的考察报告，看看里面都记下了哪些让他们兴奋、感慨甚至震撼的细节。清政府的考察报告里面呢，不全是干巴巴的表格和机构图，更多的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一种初次接触现代文明的新奇和兴奋。比如呢，一位叫王锦喜的教育官员，他就写道：小学是国民教育普及的基础，不分贵贱咸愚都得上学，学的呢都是老百姓日常过日子必须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让他们印象特别深刻的呢是普及这2个字，竟然连残疾人都能受到教育。事实上呢，所有去考察的中国人呢，都参观了东京的盲雅学校，在那里呢，他们看到了孩子们用改良的盲文读书。一位考察者感慨地评论说：国家没有废弃的人才，这样实行教育，教育怎么能不兴国呢？考察者们呢被告知，兴国用明治时代的话叫做富强，就是教育的明确目标。而和这个目标密不可分的是从低年级就开始培养的爱国主义观念，也就是热爱国家，忠于天皇。日本从公元1880年代呢就开始鼓吹这个效忠天皇的信条，就在公元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里正式的确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借鉴日本怎么维持皇权的各种做法是他们的考察重点。看到日本学生守纪律、有秩序、心甘情愿地向挂在教室墙上的明治天皇的画像鞠躬，考察者们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啊！他们在报告里面急切地指出，这种通过学校培养的民族主义意识，目的是保留日本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像中国一些教育人士主张的那样，用西方的观念取而代之。不过呢，除了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的赞许，中国的考察者们对于明治政权、政党角色、国会辩论还有活跃的媒体功能着墨就很少了。在考察报告里面呢，谈论日本具体教学实践的篇幅和谈论教学目标的一样多，比如课程选择、教学方法，还有教学的设备。有位官员呢就写道：中国的学校专为文教而设，只教四书五经，而日本呢则推以教水陆之战阵、有无之贸迁，以及呢艺术也、农作也、音乐也、裁缝也、芒市雅语也、舞蹈体操也，无一事部设学校也。最让考察者们佩服的呢是日本教育特别强调根据未来就业培养年轻人，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强调应用，而不是死记硬背。他们描述日本的教室呢如何宽敞明亮，还使用了现代的教学设备。在参观东京帝国大学的考察团留意到那里先进的科学实验室以及规模巨大的图书馆，藏有17万册中文和日文书，14万册英文和其他的欧洲语言的书籍。不过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在现代东京能够看到的其他新技术，比如说电车、路灯、电话，在报告里却很少被提及。他们反而花了更多的笔墨，兴奋地描述上野的动物园，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动物园这么一个物种。虽然考察行程总围绕着教育和培训，但中国考察团关注的也不只是新学校。因中方的要求，日方呢还带了一些人参观了农场，让他们请教日本农业专家是怎么购买农具，交流科学养蚕的经验，参观日本的农业推广系统，以及乡村学校怎么解决经费短缺的问题。给中国商人安排的考察又不太一样。著名的实业家周学熙在公元1903年得到袁世凯资助去了日本考察，他的企业家生涯就从此开始了。在日本呢，他匆匆地参观了金融机构、三井物产、印刷厂、学校、铸铜厂和玻璃厂。他写道：日本维新最注意的是练兵、兴学、制造这3件事。练兵这事儿全靠国家力量，
就不说了。而学校、工厂由民间自己创办的居多，10几年间一下子增加了10倍不止，进步之快，古今中外都罕见。现在呢，全国男女几乎没有不上学的，他们日用的洋货几乎全是本国仿造的，近来呢还贩运到欧美去争夺市场。日本东道主告诉呢周学熙，文化借鉴是他们成功的秘密。他们还说呢，中国如果能够理顺财政问题，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于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实现开放的潜在的好处，大多数考察者表示了乐观。这些人呢，都是比张之洞的官职呢低1、2级的官员。对他们来说，制度改革、经济增长、社会改良这些中国发展的挑战，不只是学术问题，更是迫在眉睫的地方的实际工作。他们在日本的多个领域看到了可行的模式，尤其是教育与培训，这是所有变革的基石。虽然在骨子里可能还有一点你们能做到，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心态，但中国考察团在日本所见是发自内心的赞赏，并在报告里呢详细介绍了日本最成功的改革实践，这无疑鼓舞了那些正在国内创办新学堂的同僚们。就在中国考察团络绎不绝地访问日本的同时，聘请日本教习和顾问的计划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计划呢，同样得到了日本政府和清朝地方大员的双方首肯。从公元1901年的首次雇佣20位日本教习和顾问开始，第2年人数就上升到了150位之多。到了公元1909年呢，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调查，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和顾问大约有550位，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顾问都要多。这个群体也开始有了女性。公元1902年到公元1912年的记录显示呢，这10年间大约有50位的日本女教习在中国工作。这些日本的专家人数呢，虽然不算极多，但可能给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方面，中国为了减少成本、方便交流、抵制西方影响，更愿意把日本当成学习技术的对象，所以呢，挺欢迎他们的啊。另外一方面呢，中国聘用的日本顾问出任重要职位，就是希望利用他们的声望、知识和管理技能来推动更广泛的改革。他们的新教学方法被推崇，并被积极的模仿。中日双方呢都参与了聘请日本专家的决策过程。东京方面呢负责考核候选人，把名单交给中国的中央或者呢地方官员，由中方决定人选并发出邀请。双方呢讨论合同条款，包括中方愿意支付的旅费、住房补贴和工资等等。日本专家去中国工作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甚至兴奋感，但这毕竟是一份工作，一份收入来源，所以薪酬呢是个关键。就像当年日本花高薪聘请外国顾问一样，中国支付给日本教习和顾问的报酬虽然没有达到欧美人的水平，但也还算丰厚。合同一般是短期的，根据表现决定是否继续续签。这样呢，中方就对聘请的日本人呢握有控制权。总之呢，中国政府很实际，选人仔细，管理呢也还算严格。没有证据表明中方在合约上处于劣势，或者感到自己呢处于下风。日本的教习和顾问们呢，主动应聘或者受邀来中国工作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和那些往往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西方顾问不同，日本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对中国多少都是有了解的。他们能读中文，也熟悉呢4书5经。还有一方面呢，他们的专业工作以及涉及了中国的事务，他们属于追随加纳智五郎的那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圈子，热烈讨论东洋人的东洋的好处，知道东亚同文会的事情，甚至于呢教过中国的不少留学生。他们都很清楚晚清政治的混乱、戊戌变法的危机、发生义和团事件那个疯狂的夏天，以及呢此后的汉人满人官员在政坛上的沉浮。日本的报纸呢也都对这些事情呢做过详尽的报道。当时的中国呢也有一些零星的给通商口岸知识分子看的独立报刊，但在日本类似的报刊呢有375份之多，光是东京一地读者估计就有20万。
中国青睐日本的顾问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们是西方专业知识直接或者间接的来源。他们都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这样的顶尖学校，由日本从英法德美等国聘请的西方教授呢来教现代的科目。很多日本顾问呢自己呢也留过学，比如呢1902年受雇于袁世凯的渡边隆盛，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公元1913年成为袁世凯外籍顾问的有贺长雄，曾在德国与奥地利呢学习过法律。张之洞的铁路顾问袁口耀于公元1878年毕业于美国纽约的伦斯勒理工学院。公元1902年受聘于中国教育部的服部与之吉曾获奖学金，在德国学习过18个月。可以说呢，中国这是聘请到了明治时代日本最优秀、最聪明的一批人才。我们从这些报告的细节里看到了晚清官员如何被日本的普及教育、实用课程和高效管理所震撼和吸引，也看到大批日本的专家如何被聘来华，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改革。那么这些见闻和人才最终是如何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面貌的行动呢？其中呢，教育改革无疑是重中之重，也是牵扯最广、影响最深的一环。那我们在下一次呢，就来详细讲讲清政府在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到底是怎样一步步扎扎实实的借鉴了日本经验的。